什么？台湾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现在中东啊是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的游轮啊路过那儿呢都得贴着墙根走，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瞎猫碰上死耗子呀。董王坐在白宫里啊也是急眼的呀，他一看自己家的军舰天天在那挨炸，这哪行啊？于是呢他就拿起了电话开始疯狂的摇人。结果呢，平日那些啊在北约群里天天喊着誓死追随大哥的盟友们，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全装死。好像最新新闻说是有几个国家又同意去了，不过我觉得吧就是嘴巴说了而已，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不知道现在去中东呢就是当活靶子的，谁愿意拿自己国家的大好青年的命去填进美国的坑？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突然从遥远的西太平洋传来一个破嗓子的尖叫：大哥别怕，我们来了，我们派军舰去给你看场子。哎呦喂，你这是第二个立陶宛吗？各位啊，咱就不谈政治，咱就从纯军事和物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极具科幻色彩的提议。台湾海军去中东护航，拿什么去啊？提出这个馊主意的所谓专家居然信誓旦旦的说，咱们台湾的成功级护卫舰具备远洋航行能力，作战系统呢足以支撑长时间任务，派他去啊绝对没问题。我听到这儿真是气笑了呀。你们知道这个成功级护卫舰是个什么老古董吗？这玩意儿啊说白了就是美国当年淘汰不要的佩里级护卫舰的翻版。那船上的铁皮估计刮一刮都能刮下2斤海蛎子壳。就是这个破船，平时在这个台湾海峡里转悠转悠，欺负渔船还行，你让它横跨大半个地球，跑到霍尔木兹海峡去跟伊朗的正规军硬杠，去防这个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你这可不是去护航，你这叫千里送人头，礼轻情意重啊！人家伊朗的导弹飞过来你这个老旧雷达估计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个船要是真开过去唯一的下场就是变成霍尔木兹海峡里一个造型独特的人工鱼礁，或者是给人家当免费的海上鱼标。咱们再看看到底是谁喝了多少假酒才能提出这么丧心病狂的建议。我一查这哪是台湾省在出主意这纯粹是外人请客，台湾买单跳的最高的那个叫石坂明夫。各位听听这个名字石坂明夫，这是个标准的日本人呀。没错，这哥们呢是个日本裔，早年在中国大陆混过，后来呢跑到台湾，靠着天天在电视上骂大陆舔民进党，硬生生的混成了一个所谓的名嘴。据说前不久才拿到了台湾地区的户籍，也算是个热口的新鲜本地人。他装出一副运筹帷幄的模样说，台湾这个时候可以反其道而行，别人不去我们去，我们也不用真的马上派兵，只要向这个美国清楚表态，说台湾愿意讨论参与护航，这一句话就够了。这绝对能让美国人感动的痛哭流涕，重新评估台湾的战略价值。哎呦喂，你可拉倒吧，你搁这玩空手套白狼呢？你以为这是菜市场买菜喊一嗓子老板我明天来买就能骗个好脸色？在国际地缘政治的绞肉机面前你说你要去讨论护航，这就等于把台湾直接绑上了美国的战车，直接变成了中东那帮反美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更觉得还在后面看到这个日本人跳出来了，旁边立刻有个英国人跟着附和，这个人叫汪浩，顶着个英国国籍常年呢赖在台湾混饭吃。这家伙更是个极端分子天天炒作台湾有事论。他激动的拍着大腿说，对对对，石板兄说的太对了，咱们主动去护航，这是向国际社会证明台湾有意志有能力的绝佳机会咱们现在帮了美日，等以后这个台海打起来了，美日肯定会坚定的支持咱们。各位你们看明白这其中的猫腻了吗？一个日本人一个英国人就在台北动动键盘，就想把台湾老百姓家里的2小子3小子塞进那个破破烂烂军舰里，送到2万公里外的炮火中去挡导弹。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就像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大骂的那样你们知道这2个家伙为什么呼吁台军去中东吗？因为到时候这个炮弹落下来挂的是台湾老百姓，跟他一个日本人一个英国人有1毛钱关系吗？
局势一乱啊，人家买张机票，掏出外国护照呢，直接就飞了，留下台湾老百姓啊在岛上当炮灰。这种人啊，简直坏到了骨子里。万幸的是，现在的台湾老百姓啊，虽然平时啊被民进党那些绿媒啊洗脑洗得不轻，但是只要一涉及到真要去送洒这种关乎身家性命的事儿，那个脑子啊瞬间就清醒了。这两个人的言论一出来啊，岛内的舆论场直接就炸锅了。台媒赶紧搞了个网络民调，你赞不赞成派海军去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护航？投票结果一出来啊，没有任何悬念。截至当天傍晚，高达 81% 的网民直接怒点反对，那剩下的 19% 啊，估计呢要么是按错了，要么就是那帮脑干缺失的青鸟。我们来看看台湾网友是怎么在评论区里疯狂输出的啊！还出的什么馊主意啊？千里迢迢赶上去投胎当炮灰吗？谁提的谁去啊？失败的民夫啊，你这么爱表现，你自己划个早牌去中东啊？找死吗？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自不量力。更搞笑的是啊，粉砖漂亮岛屿啊，直接开启了阴阳怪气模式，嘲讽拉满啊！哎呀，既然名嘴和青鸟这么大力支持，那赖清德政府啊，千万别犹豫啊，赶紧出兵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咱们这个舰队一出去啊，就成了活靶子，很可能舰毁人亡，而且惹怒了伊朗，人家以后啊，专门打咱们台湾的运油船，到时候全岛没油没气，大家一起点蜡烛烧柴火呗。网友们啊，更是把火力对准了那些平时在岛内上蹿下跳、天天喊打喊杀的黑熊学院和青鸟们。哎，派青鸟去，派黑熊去，我们举双手双脚赞成。既然你们平时嘴炮打那么响，说的自己啊跟战狼似的，现在啊报效美国主子的时候到了，赶紧一人啊发个救生圈，游到中东去护航吧。台湾这名网红在节目里也是火力全开啊，拍着桌子大骂，全世界有点脑子、有点常识的国家。现在看见中东啊，躲都来不及，没见过谁硬生往火坑里跳的。如果台湾因为护航美舰被伊朗或者胡塞武装给盯上了，进行打击报复，请问是民进党的高官来扛吗？是你们这帮拿着外国护照的名嘴来扛吗？最后倒霉的、遭殃的、没命的，还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后呢，他对着镜头喊出了一句极其解气的口号：我强烈建议咱们赖校长，既然这么爱抱美国大腿，那就请您御驾亲征，亲自开着咱们那艘无敌的还在水池子里泡着的海鲲号潜艇，直接杀到霍尔木兹海峡去。哎，我们在家看你直播。这话绝了啊！赖清德不是天天吹嘘台湾制造的潜艇多牛吗？那就去实战检一下呗。就怕那个海鲲号一出高雄港，还没有开到南海，自己就先沉底了。这帮顽固分子和外籍公知啊，天天做梦觉得啊，只要自己冲上去替美国挡枪，美国啊就会把台湾当成心尖尖上宝贝，哎，当成坚如磐石的盟友。可是各位，咱们来看看美国是怎么对待他真正的签了安保条约的亲密盟友的。就在台湾这帮人啊吵着要给美国当炮灰的同一天啊，外媒爆出了一段极其搞笑、极其打脸的画面。董王在白宫接见了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当时呢，有个头铁的记者在底下大声地问特朗普：总统先生，你为何在对伊朗发动攻击前没有通知你们的盟友？大家猜猜特朗普是怎么回答的？他如果稍微有点政客的圆滑，可能就说一句为了保密之类的场面话掩饰过去。但是他是董王啊，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特朗普呢，看着旁边的日本首相，嘴角一歪，露出他标志性的嘲讽笑容，笑着说：哎呀，我们这不是想出其不意吗？再说了，他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高市早苗。试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奇袭呢？哎，我就纳闷了，当年你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前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呢？哎呦喂，这个话一出那是物理级别的贴脸开大呀！哎，你看看那个现场的画面wa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高市早苗坐在那里瞬间满脸尴尬冷汗直流。他只能瞪着那双惊恐的大眼睛，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僵硬微笑，整个人就像是被点穴。兄弟们，看明白了吗？这就是美国对待日本的态度。日本这可是美国在亚洲最核心、最听话、掏钱最多的小弟啊。可是在特朗普眼里，
哎，日本啊，算个屁的盟友，你就是个战败国，哎，你就是个我随时可以拿出来当面羞辱、翻旧账的提款机。美国对待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正儿八经的盟约国，尚且是这副傲慢、刻薄、视如草芥的嘴脸。那我想请问一下，岛内那些绿营的徒子徒孙们，哎，你们台湾算老几啊？你们连个主权国家的身份都没有，你们连个正式的条约都没有。在美国眼里啊，你们就是摆在中国大陆面前的一颗用来恶心人的棋子，是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甚至可以用来焦土的耗材。日本首相挨骂了，还得陪着笑脸。哎，你们台湾要是真的傻乎乎的跑到中东去，被炸成了渣，美国人会在乎吗？美国人呢，只会在五角大楼的报告里冷冷的写上一句：哦，今天损失一艘老旧军舰，然后转过头就逼着台湾当局：你们的船没了是吧？赶紧拿钱买我们最新款的军舰，不打折亲。81%的反对票，证明台湾大多数老百姓心里面还是有杆秤的。哎，谁也不想成为别人政治棋盘上的炮灰啊。那最后呢，我想借用岛内网友那句话赖校长，别光在家里横啊。那既然你的手下这么积极，那就请你立刻御驾亲征。哎，我们绝对是支持你的。带上所有的绿营高官，开着你们那艘漏水的海鲲号，浩浩荡荡开赴霍尔木兹海峡，去给你们的美国爸爸秀一波操作。到了中东别忘了开直播呀！哎，让我们所有人都瞻仰一下，看看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神功护体。好啦，今天就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